3.25万亿美元这么大一笔钱，完全可以在投机市场上搞风搞雨，引起美元市场的重大的波动。只不过中国政府不愿意去干这种事情罢了。如果美国和西方真的是把中国逼到了无路可走的地步，那中国当然不会引颈就戮的。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报明说。这期话题是中国的巨额外汇储备是美国的肥肉吗？恐怕不见得。乌克兰战争爆发以后，虽然中国一直保持中立的态度，并且反复的呼吁各方和平解决问题，但是美国还是不依不饶，而且还公开讨论评估对中国如果进行全面制裁的各种可能性。那国外的金融界经过一番研究之后发现中国固然会因为制裁遭受非常惨重的损失，但美国也别想占到多少的便宜。单纯从经济角度来说，中国的 GDP 和对外贸易差不多都是俄罗斯的10倍以上，这意味着中国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是很难被彻底割断的。根据外电的报道中国和全世界至少120个国家之间所保持的外经贸关系是没有替代品的，其中也包括美国。如果中国从全球供应链当中消失，那么包括美国在内，这120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日常生活就要受到严重的影响。这也解释了中国为什么可以拥有3.2万亿美元的巨额的外汇储备，体现出中国为世界贸易做出了多么巨大的贡献。那么中国这3.2万亿美元的巨额的外汇储备，真的就是美国嘴中的肥肉吗？有专家指出来中国和俄罗斯是有很大的区别的。俄罗斯虽然也是一个大国，但是这种大更多的是体现在政治影响和军事实力上。如果仅仅考虑经济问题，那么俄罗斯向国际市场所提供的产品大多数都是可以替代的。即使俄罗斯承担了欧洲的大部分的石油天然气的供应，但是美国同样可以通过船运之类的方式向欧洲各国提供石油天然气。这固然会比俄罗斯的管道油气价格要高供货可能要慢一些，而且还需要修建大规模的转运存储设施。但如果美国和欧洲下定决心同俄罗斯切断关系，那么用不了多长时间它是可以解决问题的。那中国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中国是通过前30年的基础建设，具备了工业化的基本条件，又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在全球供应链当中站稳了脚跟，逐渐成为世界主要工业制成品的主要供应国。新冠疫情爆发以后，中国因为及时应对措施有效，迅速的恢复了生产能力，在全球供应链当中是一枝独秀地位是进一步的提高，份额是进一步的扩大。所以西方国家要想像制裁俄罗斯那样制裁中国，恐怕结果会与制裁俄罗斯迥然不同。另外还有报道认为，中国方面成熟制裁的能力要比俄罗斯强得多。中国对于外汇储备的多样化动手其实比俄罗斯更早。在1995年的时候，中国的外汇储备中美元占 79%， 而全球各国的平均比例是 59%， 中国的比例明显是偏高的。到了2014年至2016年间，美元在全球各国的外汇储备当中所占的平均比例上升到了 65%， 而在中国这个数字却下降到了 60% 以下。和俄罗斯一样，中国的外汇储备当中有很大一部分也是存放在外国银行里面，这主要是为了国际采购结算的方便。在这些外汇储备当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用来买的粮食。出于历史的教训或现实的经验，中国政府和中国社会对粮食问题是十分的敏感和重视。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什么问题都没有缺粮来得严重。所以最近几年来中国政府一直努力的在国际市场上购买粮食，扩大自己的粮食储备。和外汇储备不一样的是，粮食储备是不会放在外国的，一定要运回国内，这叫手里有粮，心里不慌。外电还报道说，中国正在努力的解决自己战略供应能力上的一些短板，比如说芯片、粮食的种子和航空发动机等等。另外还有外国专家认为中国拥有的巨额的外汇储备不会仅仅是美国眼中的肥肉，
也可以成为中国主动出击国际金融市场的核弹。3.25万亿美元这么大一笔钱，完全可以在投机市场上搞风搞雨，引起美元市场的重大的波动。只不过中国政府不愿意去干这种事情罢了。如果美国和西方真的是把中国逼到了无路可走的地步，那中国当然不会引颈就戮的。可能正是因为这些因素的存在吧，美国在要不要对中国进行制裁这个问题上呢，一直是雷声大雨点小。看来西方世界还是有一些明白人呢。好，这期话题就说到这里。